大婚宴，我与夫君颠鸾倒凤，彻夜缠绵。天亮才知，与我搓磨整晚，黎明前匆忙离去的，竟是个陌生男子。而我那真夫君，竟醉倒在外间。夫君，我以为那人是你。事已至此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夫君。那晚之后，他再未踏入我房门半步。婆家表面待我宽厚，却无一人给我讨回公道。此后15年，他远戍边关，我独撑侯府，耗尽心血，积郁成疾。正儿在关外这些年，儿女双全，也算圆满了。是啊，当年那件事，真的多亏了妙音。毁了他，你才能真正自由。害我者是他外室之敌，他竟亲手默许一切。我变卖家产，千里雇凶。今夜我要侯府血债血偿。我氪尽最后一口血，点燃这座吃人的侯府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大婚之夜。娘子，我来了。娘子，你好香啊！上一世就是这个叫苏望的男人，冒充谢征夺走我的清白，毁了我的一生。夫君，娘子，你好美啊，美的为夫心都化了。原来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不是为了重蹈覆辙，而是让我亲手清算旧账。阿旺，你醒醒，别吓姐姐。我这才发现，那小厮竟是苏妙音假扮的。他是乐坊清冠人，更是谢征心尖上的人。屠夫，你对我弟弟做了什么？沈渊，你怎能随意伤人？夫君，今夜是你我洞房，却有贼人摸进来，欲行不轨。我为保清白，拼死抵抗，你不护着我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反过来怪我？我爹是五品小官，我嫁入谢家虽是高攀，却也不是任人糟践的。这婚事我不认了。我现在就去顺天府敲登文固，让满京城评理，看长兴侯府如何纵容外男新婚夜玷污心腹。胡闹！正儿方才一时心急说错话，并非存心怪你，此事纯属意外。本侯定替你做主。来人，把这2个贼人拖下去，处理干净。娘，还不住口！你是要闹得人尽皆知，让侯府沦为笑柄吗？好孩子，吓着了吧？放心，那2个贼人我已派人处理干净了。处理干净了？我信你才怪。从今往后，再没人能伤你分毫。真要是杀了那姐弟，你这宝贝儿子还不得跟你闹翻天？方才你给那婆子使眼色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侯府给的名贵药材虽能救苏公子的命，但伤及根本，终究是治不好了。只可惜胯下之物已彻底断了，
便是再灵的金疮药也粘不回去。好孩子，你是个识大体的，受委屈还顾全大局，母亲都记着。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快滚过来，给你夫人赔个不是！明明是他伤人在先，我为何要赔不是？他与我素未谋面，却能认出喜房里那人不是我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？儿慎言！夫君误会了，我虽未与你正式见过面，可长兴侯世子风姿卓绝，经里谁不好奇？去年上元灯节，你在朱雀街策马而过，引得不少贵女偷看，我也跟着瞧了几眼，自然认得你。听见没？还不快道歉！方才是我失态，你莫怪。好孩子，别往心里去。男人嘛，年轻气盛，一时糊涂也是有的。你记住，不管他怎么想，你永远是这侯府的主母。主母，上一世他就是用这2个字将我困在侯府15年。我这辈子非妙音不娶。胡闹！一个乐房出身的贱籍女子，也想进我长兴侯府的大门，我死也不允！那儿子便终生不娶，断了谢家香火。去沈家提亲吧，那女儿门第相当，性子瞧着也易于掌控。光娶进来还不够，得安排一场意外，毁了他的念想。如此，他才会心甘情愿占着正妻之位，操持家务，侍奉你我，给谢家留个体面。而真儿也能毫无负担的去关外和那女子双宿双栖。上一世你们设下毒计，困我于侯府15年，谢正却与苏妙烟于关外安身生子，耗尽我一生，成全他人体面。儿媳明白。你先好生休息，让云儿睡会儿。母亲慢走。如今重来一回，他竟还是这一套老说辞。也罢，既然他们这么想让我做主母，我便做给他们看。只是怎么个做法，得由我说了算。父亲，你让我出府吧，我担心妙音，我担心妙音。大婚那夜，他姐弟俩把侯府脸面都丢尽了，你现在还要去见他？可是妙音她……胡闹！这几日不准出府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妙音被接到哪里去了？这么些日子也没有消息。急什么急嘛？再急也不要打砸东西啊，夫君。最后还得靠我这个善解人意的妻子来替他解围。夫君，我看你这2天心神不宁的，莫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明日我们该回门了。若夫君真有要事，我可先独自回去。待到了沈府，你去办你的事就好。你愿意？大婚那日，我便瞧出你与那位小厮姑娘关系颇浅。你我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心里早就装着别人，我明白的。那日伤了他弟弟，虽非我有意，可终究亏欠在心。如今若能帮上你们一点，我心里也好过些。夫人，委屈你了。明日回门里，我会让人备的丰厚些。小心一点。是。云锦行绸各8匹，宫廷御酒2坛，老山参滋补药材1套。准备的东西都齐了吗？都齐了。停车！走吧。夫人，沈府到了。快进来！我终从户部员外升为通政史司右参明，我已入京畿大营，沈家日后定当显赫。好事都是好事。你既嫁入侯府，便该为沈家光阳门楣。爹，母亲，新婚那夜其实出了些事。
为酿成大祸，侯府愿压下保全脸面，你便莫要再提了。如今为父与你兄长前程都系在你身上，不可耍小性子。所谓娘家，从不是我的靠山，而是榨干我的筹码。是啊，渊儿，女子出嫁从夫，要恭顺才是。有些事儿睁只眼闭只眼就行，要紧的是坐稳主母位，多多扶持娘家，娘家好，你腰杆才硬。上一世如此，这一世依旧如此。我不过是沈家攀附权贵的棋子，他们只要沈家的荣华与前程，即使我受了很多委屈。这些你带些回去，剩下的沈家替你收好。他们送走小娘，留下我，就是为了今日换富贵。您在乎的是青氏带给沈家的好处，对吗？胡说，爹当然在乎你。去哪儿？回侯府。他们从不在乎我痛不痛，怕不怕。我只是个纸鸢，一根线拴侯府，一根线钻娘家，无人在乎我真正想要什么。走吧，去西郊那条巷子。是夫人。驾！苏望内伤凶险，即便活命，3、5个月也难以下床走动，人已是半废。苏妙音视帝如命，谢征此去见他，必定讨不到半分好脸色。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我弟弟成了那样，全是因你！夫君若是疲惫，便在此歇息片刻，我不打扰。夫君，今日可见到苏姑娘了？见了，大夫说苏望那儿彻底废了，接不回去了。妙音要名分，她要进侯府。她说只有成了侯府的人才能请动太医，才能救他弟弟。可我爹娘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侯爷与夫人最重门第，夫君为难，我都明白。夫君切莫太过伤神，身子要紧。此事急不得，总要从长计议。苏姑娘只是心疼弟弟，并非真的怨你。夫君别难过，等他气消了，自然会念着你的好。渊儿，你和他真的不一样。渊儿是夫君明媒正娶8抬大轿进门的妻子，妻子为夫君分忧，体谅夫君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说来好笑，苏妙音虽出身乐坊，却自诩清白，非要谢征给她名分才肯圆房。他吊了她这么久，到头来反倒让我占了先。去吧，你只会一次次碰壁。夫君回来了，累了吧？我备了温水伺候你洗漱。回来就好，我一直在屋里等你，哪里也没去。他还是不肯见我。他还在气头上，等过些日子就好了。他在苏妙音那儿碰壁，便回头来我这儿取暖。我不闹不问，只管迎他进门，捡属于我的漏。上一世欠我的，这一世我会全部讨回。这出戏才刚刚开始。
恭喜世子，贺喜世子妃！世子妃这是喜脉，已有月余了。太好了，渊儿。夫君，侯爷、侯夫人，世子妃有喜了。当初同意谢征与苏妙音的阴谋，本就是权宜之计。他们心里最想要的，始终都是名正言顺的儿媳与正儿八经的嫡孙。谢征大概没意识到，他已许久没有提过苏妙音的名字了。长兴侯世子谢征接旨。圣旨到，敌军犯境边关告急，着长兴侯世子谢征即刻领兵北征，3日后启程，不得有误。我并不意外，上一世他也是在这个时候走的，这一走就是15年。他在关外另立家室，儿女绕膝，再也没回来。渊儿，你如今有孕，我本该陪在你身边悉心照料，可军令如山，北疆告急，我这一走，真不知何时才能归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要赶在你出征前怀上这个孩子。没有这个孩子，我拿什么在侯府站稳脚跟？世子，世子，没看我正陪着夫人吗？何事如此惊慌？世子，苏姑娘正在老地方等您，她托人带话，说请您务必在离京前见她最后一面，否则她便不活了。苏妙音终于慌，弟弟废了，唯一的靠山也要远赴战场，若再不低头，她这辈子可就真的没指望。我知道现在提他不合适，可妙音他弟弟废了，在京城举目无亲，处境实在艰难。如今我要出征，生死未卜，若是不去见这一面，我实在放不下，我不能完全不管。夫君不必为难，我都明白。苏姑娘等了你这么久，定是有许多体己话要说，你去见见她吧，同她好好说说话。毕竟这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。渊儿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等我回来。去吧，谢征，毕竟我为你准备许久的大礼，也是时候送上。快请太医，世子不好了！快撕开裤衩看看，撕开裤衩看看。太医，快去请太医，把全京城最好的大夫都给我抓过来，快去啊！这种感觉不是害怕，而是兴奋。谢征，那只西域金尾蝎是我亲手塞进你锦袍夹层的。蝎子性懒，封了它的口系尾钩，便如死物一般。可一旦遇热遇汗，再闻见这特制饮香，它便会苏醒，寻味而逝。刘太医，我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侯爷夫人，世子中的乃是西域奇毒金尾钩，此毒阴狠至极，它不循寻常经脉走，也不入血络，而是如复古之躯，专配下元肾腑。如今毒火已然下行，彻底灼伤了世子的根本。根本？什么根本？你给本侯把话说清楚些。世子日后在房事之上，怕是再无可能了。谢家香火悬了！你放屁！你是太医，你给我想办法治啊！侯爷，
此毒暴道无比，毒性深扎骨髓，根本无法彻底拔除。且这余毒会随着少阴、厥阴二脉一路逆行而上，逐渐闭阻连圈、哑门诸穴。世子的身子自此会一日比一日僵硬，犹如枯木。那余毒逆行，言语功能也会渐渐受损。世子的身子直至再也说不出半个字，彻底是……侯爷，臣尽力了。我谢家，谢家！老侯爷倒下了，快扶住侯爷，救大夫！看来我给老侯爷备的礼，他也收到了。这2个月，做足了贤妻孝媳，体贴夫君，还每日给公婆炖煮药膳。世子妃真是智孝，这补汤每日必亲自动手。侯爷和夫人为了府里操劳，我这做儿媳的自然要多尽些心力。这膳汤里加的可不是寻常补药，而是几味药性相冲，能渐渐淤堵心脉的好东西。附子配半夏，细烟佐离轮，久无之下，瘀阻渐生，真阳暗好。公公，这药膳熬了足足3个时辰，最是滋补心脉，您趁热喝。渊儿有心了，这府里外外，也就你最让本侯省心。只等一个契机，便如滴溃千里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毒蝎是明枪，药膳是暗箭，一者废其子，一者毁其父，公平公正。他们误我一世，我便让他们用这一世来还，如此才算礼尚往来。侯爷这是中风了。这种只能看着却什么也做不了的滋味，公公可还受得住？我的儿啊！老天爷这是要绝了我谢家的后啊！侯爷，你怎么也倒下了？这个家可怎么办呢？母亲，你要保重身子啊！世子和公公还指望着您呢。都是苏妙音那个丧门星，克死了全家还不算，还要来克我谢家。若不是他死皮赖脸的缠着我儿，怎会遭此横祸？我儿本是战场上的将军，现在却成了这副鬼样子。来人，去把那贱人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他给我的儿赔罪。是。娘。娘，别。真儿，我的真儿，你醒了。娘这就去叫太医，你再等等。太医。此事是意外，不关他的事。娘，别动他。这副情深意重的模样，还真是让人感动。你越护他，我越要让你看清真相。你这个逆子，还记挂着那个丧门星。好，娘答应你，不动他，你好生养着。渊儿，你怀着身子，本不该让你操劳，可眼下我实在撑不住了。稍后我让人将账本、库房钥匙、腰牌送到你房里，这侯府就全靠你了。母亲放心，儿媳定当竭尽全力守好侯府。这就交全了，比我想的还快。看来谢家父子倒下，把你吓惨了。我未能如期出征，朝廷可有怪罪？夫君宽心，朝廷并未降罪。陛下体恤谢家忠烈，另派李将军北征，还命你安心静养。庆幸吗，谢征？你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？北疆战事不大，上一世你借驻防之名与苏妙音私奔15年，这一世你下元已废，身中剧毒，连走路都难，休想再私奔。蝎毒毁了你的下半身，你和苏望那个废物没什么两样。不，你比他更惨，你体内的毒会越来越深，蚕食你的筋骨声带，最后变成只会喘气的活死人。
夫君说什么胡话？陛下派了最好的太医，你只是暂时虚弱罢了。只要你还在，只要我能守着你，我便什么都不怕。夫君，为了我，为了咱们的孩子振作起来，这是谢家的希望。夫君安心养伤，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一直陪着你。你这是感动，是愧疚，还是大势已去后的无奈认命？都不重要了。这辈子，你再也翻不出我的掌心。夫君，你竟然能下地了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太医的药果然见效。渊儿，扶我坐下，我身子渐好，有些事不能再拖了。许久没有妙音的消息，我心里不踏实。明日你备车，我去看看他。渣男就是渣男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惦记着老相好。过不了几日，毒素反叛，你就得重新躺回床上，像烂泥一样。夫君想去便去吧。渊儿，委屈你了。夫君放心，苏姑娘那边我一直派人照看着呢，照看的可好了。没有我的悉心照料，她和她那废弟弟怎么能尝到地狱的滋味？给我钱！我要去春风楼，我要去摸红玉的手！给我钱！阿旺，你清醒点！你现在这副身子，你怎么去？家里连抓药的钱都没了，你还要钱去嫖？我没废，我没废！你这个贱人是不是想私吞县城给的钱？把钱给我，我要去赌回来！金簪，你就死在屋里吧！公子啊，我家主子心善，特意让我来救你，还给你带了银两。公子啊，城南的兴顺赌坊这几天手气正旺，还有旁边的温柔乡刚来了一批西域姑娘，那身段。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哟，苏姑娘回来了，你弟弟在咱们赌坊欠了300两，利滚利，今天拿不出钱，我就拆了这房子。300两，哪来的钱？他不是被我锁着吗？没钱还？行啊，把你这废人弟弟的双手剁了抵债，剩下的你去窑子里伺候男人。求求你们再宽限2日，谢郎会来救我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慢着，这朗朗乾坤如此欺负弱小，实在看不过眼。这债我替他担了。苏姑娘，在下客居异乡，寂寞难耐，你只需偶尔陪我喝喝茶，说说话，全当解闷，我便护你姐弟一生周全，如何？我要吃药，我要吃药，姐，快拿钱买药啊！夫君，那是苏姑娘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就奇怪了，我前几日才刚看他们姐弟实在可怜，便私下让人送了50两纹银过去。按理说，即便苏旺要看病，这钱也够他们紧巴巴花用大半年了，甚至还……哎，夫君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夫君，你慢点，你身子还虚着呢。苏妙音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既然撕破脸了，那咱们就把账算清楚。谢世子，你问我对不对得起你？那我倒要问问，咱俩到底谁对不起谁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要护着我，可结果呢？我名不正言不顺的跟了找你这么多年，你连个相的名分都不敢给我，你除了那点打发叫花子的银子，还给过什么？你说帮我请太医，人呢？我也中了毒，我自身难保。自身难保？谢征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走路都要人扶，还想学人家救美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现在甚至连个真正的男人都算不上。我要你还有何用？难道指望守着你这个活死人过一辈子？好一个有何用！走，回府。
夫君，别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为不值得的人动气。苏姑娘，既然他不要你了，不如就跟着我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谢公子，可是要上车？夫君，慢点，你的腿还没好，别再伤着了。滚开！3日后，京郊河道浮起2具尸体，两人的脖子皆被狠狠扭断，衣衫凌乱，身上的值钱物品被搜刮一空。回世子，官府那边结案了，说是苏姑娘姐弟俩倒霉，在郊外遇着了流窜的匪人，那帮流民劫财害命，活活扭断了脖子，连银钗都没剩下。官府按流匪作案入库了。听见没？这种时候还劳烦世子费神。夫君，外边都传遍了，说是苏姑娘姐弟命不好，才遇了匪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喝了这药，咱们还得朝前看。命不好，那是他活该。这种贪得无厌、朝三暮四的女人，死了倒是干净。渊儿，日后莫要再提他们了，提起来都嫌晦气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谁也别想来坏了咱们的清静。好呀，只要夫君想过好日子，渊儿一定陪着你。快来人，我肚子疼。快烧热水，拿干净的布来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就这样，再来，用力，用力！恭喜夫人是个小少爷，恭喜侯爷是个小少爷。夫人，恭喜您是个大胖小子，白白胖胖，十分健康。渊儿，辛苦你了，咱们的孩子真好看。侯爷，侯爷，夫人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谢谢菩萨保佑，阿弥陀佛，保佑我孙儿平安健康，侯府平安顺利。侯爷这脉象已是强弩之末，怕是就这半日了。公公，瞧瞧这孩子，他是谢家的嫡长孙，生得虎头虎脑，连眉眼都像极了世子。都退下。渊儿，谢家就剩这根独苗了，照顾好正儿，别让他没了。儿媳谨记，孙儿，只要儿媳在一天，定会让孩子平安长大，承袭爵位。分帛要按辈分分发，莫要落了口实。诵经的师傅请最好的，务必让公公走得体面。这沈氏出身小门户，原本还等着看他在大丧上出丑，没想到迎宾设灵，事事周全，连咱们这些长辈都没刺可挑。这女人心机深着呢。两位叔伯，公公生前最重规矩，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海涵。只是这照顾未必是老侯爷想的那种。这百年人参、极品鹿茸，还有塞外送来的雪莲，统统加进去。世子千金之躯，不要怕费银子，只要是好的，尽管往罐子里加。是，夫君，喝药了。这可是渊儿专门为你寻来的补药，最是补气养血。沈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真儿的药怎么越吃越不见好？我冷眼瞧着她的身子一日比一日僵，如今连话都吐不全了。那些名贵的人参雪莲真的管用吗？还是你……母亲说笑了，儿媳怎会害夫君？你说话呀！真儿吃了这么多补药，怎么身子反而僵得像块木头？你每天到底在给她喂什么？当然管用。母亲有所不知，这西域经纬蝎毒最喜大补之物，补得越多，余毒在经脉里散得就越快。只有这样，才那宝贝儿子才能烂得越彻底呀！你说什么？
那蝎子难道是你放的？是我。大婚那日，侯府守得像铁桶一般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便是王公贵族也得凭请柬入内。可那苏望一个地痞流氓，竟能不费吹灰之力摸进我的喜房，他是如何混进来的？若不是有人故意放水，他又怎么可能在侯府如入无人之境？他是自己凭本事闯进来的，还是你们谢家一家三口亲手放进来的？母亲，您真当我不知道吗？夫君在新婚之夜送我一个奸夫，我便在大征之前还他一只毒蝎，有来有往，有何不可？沈渊，你竟如此狠毒！我谢家真是引狼入室！引狼入室，是你们谢家先负我在先。是啊，我的确狠毒，可比起你们一家子，在大婚之夜亲手把贼人送进儿媳喜房，用15年岁月把一个活人榨干成枯骨，我这点手段，怕是还差得远呢。你在说什么？母亲，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说这些你当然不懂，不过您该觉得自豪才是。这全是我在谢家这些年，向您和公公亲手学来的真本事。若不是你们这般贪得无厌，试图毁我清白，断我所有的退路，我又何须走到这一步？我沈渊本该有大好年华，却被你们谢家生生锁死在这活死人墓里。既然你想知道真相，我便再多告诉您一件，不只是谢征，就连老侯爷那个老顽固的身子，也是被我亲手用药涮一勺一勺搞垮的。只可惜，你明白的太晚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侯府主母，从你们毁我清白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配了。我是侯府主母，沈渊，你敢！母亲，您这一辈子的体面，总不能在这最后关头毁了。侯府里只能有一位真正的主母，既然儿媳已经接了管家钥匙，母亲，您这操劳的一生也该息了。放心，儿媳给您选的药，药性极缓，不会很痛苦。老侯爷刚走，您便因悲痛过度，心脉俱损，跟着一并病逝了。这缘由合情合理，满京城的人只会感叹您与侯爷夫妻情深，绝不会有任何人怀疑。很快你们一家三口就能在地下团聚了。把他带下去，好好安置，别让他再出来乱说话。沈渊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传我命令，侯夫人昨夜病逝，消息传出去，务必周全。是。不出半日，满京城都会知道侯夫人病逝的消息。母亲，您怎么舍得就这么丢下儿媳走了？侯爷才刚去，您这又是何苦？这世子妃真是至情至性，侯夫人刚走，她这眼睛都要哭肿了。谢家遭此横祸，全仗着这沈氏一人撑着，实在不易。夫人，夜深了，您要不要回房歇息片刻？不必，我再陪母亲一会儿。碍事的又少了一个。两个老的先后归西，这侯府的天彻底变了。夫人，这是府中本月的开支，还有侯爷袭爵后的名册，请您过目。名义上你是袭了爵的新任长兴侯，可这侯府的生杀大权，夫君，你瞧这印系多沉，可惜你连拿他的力气都没有。谁都知道他不过是个摆设，真正执掌侯府生死的是我。夫人，这云锦真是顶好的。为了冲喜，为了面子，更为了让满京城的人看清楚，如今这侯府究竟谁说了算？这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我沈渊挣回来的威压。听说了吗？
那谢侯爷虽然袭了绝，可身子全仗着这位侯夫人撑着。沈家那个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能撑住这偌大的侯府？这个是。侯夫人，下官听闻近来户部边境军饷播放颇有危险，不知侯王大人多虑了。户部那边，尚书大人的嫡世子刚在京郊置了宅子，急着纳妾，哪有心思管军饷？倒是您家那桩运河官盐的案子，卷宗怕是快到大理寺了吧？哪个官员家里什么情况，朝廷最近什么风向，我都了然于胸。夫人，工部尚书家的婚帖，还有几处庄子的订户闹事，管事们都在偏厅候着，等您定夺。让他们等着，等我祭了酒再说。是。我儿如今真是出息了，瞧瞧，这满京城谁不尊你一声侯夫人？你现在可是侯府唯一的主母，尊贵无比，沈家往后可全得仰仗你了。爹这话重了，沈家有兄长在京畿大营，前程似锦呢。前程是好，可爹这个通政史司右参议当了这么久，着实有些当腻了。渊儿，你看你如今在太后和各大家族面前都说得上话，能不能帮爹再使把劲儿，往上再挪挪？爹，您是怎么有脸跟我提这些的？我小娘做婢女做得好好的，您非要纳了她，这也就罢了。您纳了她，却任由嫡母像搓磨畜生一样折磨她。等她落了一身病，连床都下不来的时候，您又是怎么做的？您为了沈家的清静，直接将她送回老家自生自灭。那是为了让她静心养病。静心养病？当初我跪在地上的青砖缝里，磕得满头是血，哭着喊着求您别赶她走。那时候是谁嫌我晦气，嫌我坏了您的酒心，狠心一脚把我踹开？又是谁眼睁睁看着我趴在雪地上求救，却连头都不回？后来我在侯府受辱，大婚之夜险些被贼人毁了一生，我撑着最后一口气跑回来跟您哭诉，指望着亲生父亲能替我讨个公道。那时候又是谁按着我的头让我忍一忍，告诉我千万别坏了家里的前程？渊儿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咱们父女俩说这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干什么？谁家还没点难处？爹当初那是被情势所逼，真的是不得已。这沈家一大家子人，若不顾全大局，咱们都得死。再说了，你瞧瞧你现在满门荣耀，你如今贵为侯挺好吗？若没有当初沈家的安排，哪有你的今天？我过得好，是我沈渊自己拿命挣回来的，与您的不得已毫无半分关系。您真以为我不知道您在户部干的那些好事？您在前部任上主持修缮京郊那一条水局与3座石桥，您不仅中饱私囊，甚至在石料里掺沙子，贪墨了整整。你拿什么证据？那些案账恰好被我瞧见，便一字不差地翻抄了一份。我将他送到了督察院，这会儿官兵应该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这个逆子，不孝女！我可是你亲爹，你竟敢背地里向督察院告发亲父！我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毒妇！放开我！我是侯夫人的爹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燕儿救我，救爹呀！燕儿，救爹呀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燕儿，你这个不孝女！3日后，朝廷的判决下来了，我爹贪墨证据确凿，家产尽数抄没，全家流放3000里，沈家彻底倒了。小娘，喝口热的，往后这侯府就是您的家，好生伺候着。若让小娘受了半点委屈，我揭了你们的皮。这辈子您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活着了。安顿好小娘，我心头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。管家，侯爷今日在内屋里动静如何？回夫人，侯爷每日按时吃药，除了太医交代的推拿，大半时间都静养着，屋子里静得很。静得很。公公婆婆先后归了西，他虽然瘫了哑了，身子也缩得不像人样，可在这侯府里竟还过得这般舒坦。谢征眼睁睁看着我送他爹娘上了黄泉路，如今却还能心安理得的被人好好伺候着，未免也太舒服了吧。这可不是喜闻策戒的场面，总得做点什么，让这死气沉沉的侯府热闹热闹。世子如今年幼，侯爷又身子抱恙，侯府未来全在世子一身。我特意招募诸位才俊进府，
为的就是辅佐小主子，教导成才。定不负夫人厚望。世子夜里若有哭闹，还请先生多费心教导。今夜便由先生在这偏房轮流直宿守着。夫人放心，在下定会尽心竭力，寸步不离。白先生博学多才，这局棋不仅赢在棋盘，更赢在了这人心二字。林先生，您瞧这园里的草木，若是失了根基，哪怕外表再华丽，也不过是等死的朽木，您说是吗？先生好酒量，今夜月色正好，良辰美景自当尽兴。侯爷，侯爷吐血了，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侯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呕了血？可是哪里不适？快，再去请太医。是。侯爷，你想说什么？慢慢说，渊儿听着呢。我看懂了，你骂的是毒妇，是贱人，对不对？这就受不了了。上一世你站在门外，隔着一扇门，听着苏望如何毁我清白，听着我如何绝望惨喊的时候，你不是挺沉得住气吗？那时候你可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谢征，那一夜你守在喜房外听着里面的动静，那时你心里想的是不是毁了他，我这辈子就能自由了？你牺牲了我的清白去成全你那所谓的深情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沈渊也是个人，也是有血有肉的，我不该被人像摆件一样拿捏着，被你们谢家耗尽一辈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为你那廉价的自由陪葬？算了，说了你这辈子也不会明白。后来我也常想，若是那一眼你良心发现，哪怕只是推门进来救我一次，咱们的一辈子会不会有所不同？可惜没有如果。你父母还有你那心心念的苏家姐弟，现在都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付出了该有的代价。而你谢征，你造下的孽最重，所以我决定了，你不配一死。谢征，死太容易了。我要你好好活着，在这座你亲手筑起的牢笼里，看着我如何风生水起，看着我如何挥霍你谢家的每一分家产，看着我如何将儿子养大，然后让他承袭你的爵位，改了这侯府的规矩。这就是我要的偿还。侯爷急怒攻心，怕是伤了原本，快扶回房去，让太医用最好的药、最贵的参吊着他的命。母亲，母亲快看，它飞上去了，它飞得好高。飞吧，再飞高些，只要现在咱们手里，它想怎么飞都成。小心一点。夫人，侯爷轰了。母亲，轰了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了，按侯爵的规矩厚葬吧。你看，春日的天蓝得透亮，渊本是鹰，本该自由自在，搏击长空。钻线的人，终于是我自己了。浩荡天地，万里长风，终将任我心意，纵情来去，自在沉城。